小宝好想你，奶奶，小宝好疼，我要奶奶。滚开！哎呀，小兰，还得是你啊！这套音响几十万呢，可不是一般音响能比的。还是秀兰姐大方，能给飞翔这么好的音响。明年呀，再给大家换一套更好的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好的，你。妈，我求求你了，您救救小宝吧，他可是您唯一的孙子。什么？现在能救小宝的就只有您了，您不能见死不救啊！哎，这儿太吵了，咱们换一个地方。妈，我求求您了，医生说了，如果再不做手术，小宝就没几天可活的了。啊，对了，这是医院的诊断书。妈，您不能见死不救啊！小宝可是您亲孙子。哎呦！说这件事情没有见过啥，就是呀，你看看，秀兰姐，你儿子和你儿媳妇说的是事实吗？哎呀，那要是这样的话，小宝都病重了，你真的不管不顾啊？不可能，秀兰那么有钱，小宝给秀兰的感情那么好，他不可能不管的。也是啊，是啊，呀，这再来一个。哎呀，秀兰姐，你对你家小宝太好了吧？都这么大了，还亲自喂饭呢。自己的孙子当然要疼啊。我也最爱奶奶了。等小宝长大了，挣钱了，给奶奶买好多好吃的，带奶奶环游世界。真乖，来。爸，小宝可是您的亲孙子，难道您就这么忍心，连自己的亲孙子都不管不顾吗？什么？您平时不是最疼小宝了吗？小宝也天天奶奶长奶奶短的围着您，难道您真的要这么绝情吗？走开！别影响我跳舞！别影响我跳舞！妈，你怎么能这么狠心？你可是小宝的亲奶奶，现在小宝危在旦夕，你不管不顾也就罢了，怎么能见死不救啊？这老太太怎么回事啊？自己孙子着急用钱做手术，自己却不愿意掏钱。一个老太太能有什么钱？说不定就是因为没钱才不出手相救的。才不是呢！你看他身后那个音响，价值30万呢。你看他的穿衣打扮，你再看看他这个手镯，少说也得小100万呢。啊呸！原来是个自私鬼啊！自己的亲孙子得了绝症，自己还在这穿金戴银跳广场舞。就是这么恶毒的女人，根本就不配当奶奶。妈，你是不是怀疑我跟志宇骗你？小宝他真的生病了。您看，这是小宝在医院的视频。奶奶，你在哪儿？小宝好想你。奶奶，小宝好疼，我要奶奶。这孩子都病成这样了，这女人还无动于衷，那是不是人了？真是没看出来呀！这个女人表面上看着很和善的，怎么骨子里却这么无情啊，这么狠毒？这种人早就应该去死。妈，您是不是觉得我和芳芳在骗您？小宝真的是生病了，您要是不相信的话，现在就可以去医院看一看。什么？而且小宝的手术必须得马上做了，要不然小宝他可能真的就挺不住了。妈，我给您跪下了，求求您，救救小宝。哎呀，秀兰姐，你是不是和你儿子他们有什么误会啊？哎呀，但是怎么说也不能耽误孙子的病情啊！哎呀，他还那么小，治病要紧。我刚才看的视频里面，孩子那么受罪，我看着都心疼啊。是呀，你们说的没错，我这么做确实有点太绝情了。就是，妈，您是答应要救小宝了吗200块钱，什么呀？给孩子买点水果，跟他说奶奶没用，帮不了他。我究竟是丧了什么孽呀？让妈你如此的狠心。小宝他现在还在医院里，还在牵挂着您。奶奶。
强强想你，奶奶救救强强。这女人怎么这么狠毒？儿子儿媳都已经跪下了，你还不打算答应吗？从来都没见过这么爱钱又冷血的女人，就为了钱，连自己的孙子的命都不要了。妈，你如果不想花自己的钱，那就把爸留给我那份钱给我，我好去给强强治病。那些钱是我老头子留给我的，跟你们1毛钱关系都没有。想要救你们的儿子啊，自己去凑钱，休想在我这儿拿走1个子儿。妈，我忍不了了！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你这么自私无情的奶奶？自己的孙子得了绝症，你不闻不问，还穿金戴银，在这跳广场舞。没错，这种女人就应该曝光她，让大家伙都看看她自私自利又冷酷的嘴脸。没想到居然还有这么狠心的女人，自己亲孙子都不顾，真是不要脸！自己一个人把家产全都侵占了，亲孙子的救命钱都不愿意给。现场有没有好汉？我出1000块，帮我好好教训教训这个老东西。就这样砸，砸死啊！砸死，就砸死，砸死！对，就这么样，我再加1万，给我教训他！我来救你他！我告诉你们啊，今天谁要是敢碰我，我就躺在地上死给你们看！我告诉你们啊，今天谁要是敢碰我，我就躺在地上死给你们看！妈，别走！妈，哎呀，恶毒奶奶自私无情，对病重孙子不管不顾，这可是个大新闻呐！小李啊，网上的视频看到了吗？立刻带人去现场拍摄素材，动作要快！少兰，出事了！不是看电视啊！你们不要怪我的奶奶，她不是个坏奶奶，她对我可好了，会给我买大恐龙玩具，还会给我买好多好吃的，还带我坐大飞机。奶奶，爸爸妈妈说你不舍得花钱救我。奶奶，就算你真的不舍得花钱，可不可以来医院看看我？小宝真的好想你。我飞喽！飞喽！哎呦，这小宝是越来越可爱的。你看这小脸，白白胖胖的，肉嘟嘟的，肉嘟嘟的脸都是奶奶对我的爱。哟，真会说话。天哪，听得我好心痛。世上怎么会有这么狠心的奶奶？小孩子遭了这么大的罪，而身为亲奶奶居然无动于衷，真是石头心肠。两位，根据你们的描述，秦女士平时对小宝是爱护有加，那这次小宝生了这么严重的病，她不可能不管不顾，是不是你们两口子跟老太太有什么矛盾，以至于牵动到了孩子身上？怎么可能？我们平时对她很好的。虽然我们两口子确实对婆婆陪伴少了些，但是该孝顺的时候我们也没少孝顺。我有照片为证。我自认为对我母亲还算孝顺，她平时无论想吃什么，我都会尽快买回来。平时哪里感觉到不舒服，我也会第一时间送她去医院。而且我妈喜欢跳广场舞，我还会努力的帮她组织队员。我就是想让她能够高兴一点，但没想到。是啊，我儿子对我是很好，好的我都不会忘了他。明明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，为何秦秀兰女士会对儿子儿孙如此绝情？此事我们会持续跟进。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！这秦秀兰平时看起来挺和善，没想到居然是这么狠毒无情的人。这种恶毒的女人住在我们小区了，真是给整个小区丢人。就是，这种女人就应该早点死，即便死了，也只能下18层地狱。谁呀？老东西，我在这儿。这秦秀兰，这种恶毒的女人住在我们小区了，真是给整个小区丢人。
要干什么呀？看你这种女人狠毒冷血，在我们小区就是晦气。老娘撒点黑狗血去晦气怎么了？这种晦气的女人，出门就应该被车撞死，免得祸害别人。我劝你们现在最好把这儿给我弄干净，不然的话我报警。报警？像你这样可恶的女人还要报警？那警察来了，正好看看你这种女人的恶毒。是我们说的是事实，不是是非。不管外人怎么说，我最起码是生活在这儿的合法公民。你们觉得警察来了会帮谁啊？真晦气！老板，这菜多少钱一斤？哎，这菜是你？就你这个恶毒狠心的女人，我的菜就是喂猪，我也不卖给你！滚滚滚，赶紧给我滚！哎，滚滚滚，赶紧滚！滚啊！真没想到，这样狠心的贱女人，居然还有脸出门！哼！嗨，人家连自己的儿子和孙子都能做到冷血无情，还会在乎这点点？老板，这菜怎么卖？这菜啊，想要啊，拿去吧。妈，没想到你这么狠心，不光你不救，有人来救。从此以后，我和你断绝母子关系。据悉，著名慈善家陈美芝女士为那个可怜的孩子捐款100万，用于手术治疗，而她的亲生奶奶仍然无动于衷。你终于出现了，秦女士，你们是？我们是亲情审判栏目组的，想请你参加我们的节目。好，你们是为了我和我孙子的事儿吧？没错，是这件事儿。只要你同意，费用这方面你不用担心。我同意参加。而且我不要你们1分钱。真的吗？你们想不想让你们的节目更火，收视率更高？当然想。秦女士的意思是？那你们去邀请陈美芝吧，我相信她很愿意参加。既然这样，明天希望秦女士能准时参加。导演，没想到秦秀兰那个恶毒的女人愿意参加我们的节目，太好了！这一下我们的收视率一定会全国爆火，冲上热榜第1的。太好了，导演！这么多年，真相终于要被揭开。你们听说了吗？这次亲情审判节目组特意把陈美芝女士也邀请来了。说的也是，陈女士可是这家的救命恩人，这理应也应该被他们当面感谢。对。没想到这恶毒的女人真的敢来，这脸皮啊，可比城墙还厚。人家连自己孙子性命都不管了，还会管脸皮吗？来了也好，正好让所有人都看看这个女人恶毒的真面目。骂吧，笑吧，你们现在骂得越狠，笑得越大声，等一下被打脸才会被打得越狠。真是好可怜的一对夫妇啊，被自己老妈和婆婆坑成这个样子。还好有陈女士捐款100万，才让孩子成功做了手术。这相由心生这句话说的真没错呀。陈女士好事做多了，一脸菩萨相，反观这个秦秀兰，活像个阎王。各位，现在我们的亲情审判节目正式开始。
我先向在座的各位和电视机前的观众阐述一下事情的经过。几日前，林志宇先生和陈芳小姐的孩子林小宝身患重病，急需住院手术。而作为他的奶奶秦秀兰女士，虽然有钱出手相救，却选择不救。对此，秦秀兰女士，您否认吗？不否认。哎呦，你看看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这么淡定，而且面对这么多观众，还有节目的直播，对自己做的事儿不否认也不争辩。算他聪明，这件事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，他就是想狡辩，他也狡辩不了。他这几天呀，可是声名赫赫的冷血活阎王，和我们这些要脸的人啊，自然比不了。哎呦，林志宇先生，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妈，我之所以还叫您一声妈，是因为我想证明我和您不一样，您铁石心肠，但是我还念及着您的深恩和养恩。我怎么都想不明白，您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为什么要这样对小宝？他可是您的亲孙子啊！只要您能在节目上给我们认个错，并且和我们一起救治小宝，我和志宇可以原谅您。毕竟您是志宇的母亲，小宝的奶奶。可是我没想到，您居然绝情到这种地步。哎呀，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，但要是摊上这样的婆婆，母亲真是倒了大霉。我要是有这么好的儿子跟儿媳妇，那我做梦都得叫醒。看看，真是不知足啊！秀兰姐，秀兰姐，您比我大2岁，我就叫您一声秀兰姐了。这按理说我不应该掺和别人家的家务事，但小宝那么小，又得了绝症，您却见死不救。林正宇他们夫妻俩不惜下跪向您苦苦哀求，您也视而不见。甚至您的儿子想要拿回属于自己的财产来救他的儿子，您也狠心拒绝。秀兰姐，我们都是女人，可我实在想不明白，您为什么要对自己的儿子和孙子这么冷血无情？哼，陈美芝，你终于忍不住出现了。听这女人的意思，难不成她是在故意等我出现？莫非她知道了什么？不可能，她不可能知道的。是呀，我出现了，那是因为我不想看到小宝那么小就早早的离开人世，也不想看到林正宇他们夫妻俩这么早就失去自己唯一的孩子。秀兰姐，同样的，我也不想看到你这白发人送黑发人呀。陈女士真是人美心善啊，这样的女人才是当代社会的典范呢。看看啊，一个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下凡，一个是自私自利、冷血无情的恶魔。你说说，同样都是40岁左右的女人，这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呀？看看这个陈女士，给这个孩子可是捐了100多万。再看看这个女人，对自己的亲孙子不闻不问。快，赶紧让观众把注意力放在秦秀兰身上。恶毒奶奶和救世菩萨，这次的收视率绝对很高。秦秀兰女士，对此你有什么想对您儿子儿媳和陈美芝女士说的吗？陈美芝，我为什么这么做，除了我自己之外，恐怕只有你最清楚。这女人是什么意思啊？她这意思，莫非这里面有什么内幕？好像陈美芝女士也清楚啊。能有什么内幕呀？我看啊，就是这个女人在故弄玄虚，想要转移大家所有人的注意力。秀兰姐，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还有你们，我的好儿子、好儿媳，你们是真孝顺还是假孝顺？你们自己心里不清楚吗？这什么意思？难道这林志宇跟他媳妇儿对这女的不是真的孝顺？妈，您说这话，您的良心不会痛吗？明明你有个头疼脑热的时候，我和志宇都着急的不行，怕保姆不好好伺候，我们2个轮流在您身边照看。
渴了立马送水，饿了立马做饭，这些您都忘了是吗？呀！这女人她也太不要脸了吧！这儿子儿媳妇都孝顺成这样了，她还不满足，真是把自己当成皇太后了吧你？这就是人性的贪婪呀！还有倚老卖老，有些人仗着自己是个长辈，对自己的儿子和媳妇要求这要求那，有一点做不好就视为不孝。我说你们为什么要拍那些照片呢？原来是为了这一幅啊！妈，这些年我和芳芳让您一个人带孩子，缺少对您的陪伴，确实有些过意不去。但是我们每次回家的时候都会特意的补偿您，难道这些您还不满足吗？行，那我问问你们，谁家照顾老人还故意去拍照呢？这是真孝顺呢，还是为了拍照发朋友圈作秀呢？哎，我怎么觉得他说的好像有点道理？这就好像那个网红给乞丐大爷喂饭视频逢场作戏嘛。对，秀兰姐，你这样说就不对了。那像现在的小年轻情侣，或者是子女与父母之间，那也都喜欢拍拍照，记录生活的点点滴滴。那留作以后都是珍贵的回忆。那如果你把孩子们的这点孝心和善意都视作是居心不良的话，那也太伤孩子们的心了。哎呦，这说的也是啊，这都21世纪了，平时拍拍照，甚至录视频记录生活啥的，这太正常不过了呀。果然，心是黑的，看什么都是黑的。明明是人家子女的孝心，到了他这儿却成了居心不良。这样的女人啊，实在太恶毒了。果然，陈美芝这女人没那么好对付，3言2语就扳回了局势。是啊，妈。那以前小宝给您过生日，还有逢年过节，那家里聚个会什么的，我也都拿手机拍着。那为的就是等小宝长大以后，或者是您老了之后，那都是我们一家人美好的回忆呀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！来，生日快乐！你看看，多温馨呐！儿子儿媳妇孝顺，孙子懂事，但就是没想到啊，这个女人这么恶毒。哎呦，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！这女的啊，平时装起来一家人和和美美的样子，一到用钱的时候，典型的守财奴、自私鬼。我说你们为什么要录视频呢？原来是为了今天早有准备呀，真是辛苦你们了。原来是为了今天早有准备呀，真是辛苦你们了。妈，都到这个时候了，难道您还怀疑我和芳芳对您居心不良吗？还是说我们一家人的点点滴滴您都忘了？我没忘，我都记得。就说吧，这女的就是在装逼，就是个白眼狼。之前我还觉得说是不是有什么内幕，或者说这女的有什么苦衷，现在看来呀，她从骨子里啊就是个坏心眼儿，从骨子里就是这么冷血无情。我看呀，不是老人变坏了，而是坏人变老了。这年头呀，什么样的人都有。妈，事到如今，您就认个错吧。就像我刚才说的，只要您肯认错，并且跟我们一起救治小宝，我和志宇会原谅您的。我相信大家也会原谅您的。是啊，妈，您是我妈，是小宝的亲奶奶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一家人吵架，那拌嘴那都是很正常的，那何必闹得这么僵呢？秀兰姐，你看您的儿子和儿媳都已经不计前嫌的原谅你，这大家也都在帮你给搭台阶，你就认个错吧。毕竟是小宝，肯定也不希望失去你这个奶奶。哎呦，陈美芝女士真是人美心善呀！都这个时候了，还在帮这个恶毒女人啊！劝他们家，人家陈女士可是美名在外的慈善家，怎么能是这种自私自利、冷血无情的恶毒的女人能相提并论的？认错？我为什么要认错？妈，
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何必还要这么固执？难道你要看我们一家人家破人亡你才满意吗？哎呀，这个女人真是无可救药，到这个时候了还不肯认错。林志宇、陈芳，喜欢用电话记录生活的不只是你，还有你们，不是一直都想知道我为什么对他们一家子不管不顾吗？我现在就告诉你们为什么。那我现在就告诉你们为什么。这女的想干什么呀？这难不成还有什么内幕？哎呀，这女人从事情开始到现在一直都这么淡定，难道真的有什么苦衷？先生，真要是我做嘛，这大冷的天，在夜里把老太太屋里的窗户打开，肯定会把她冻感冒的。你管这么多干嘛？让你开就是了，不把她冻生病，怎么能体现出我们的孝心啊？这要是生病了，老太太不舒服不说，到时候先生和太太需要花钱治疗的，花什么钱？一个40岁的老女人哪有那么脆弱？就算冻生病了，那也就是发个烧而已，哪怕真的有个肺炎什么的，那扛一扛也就过去了。这个老女人怎么可能会有这段视频？这儿子也太不是东西了，大冷天的故意开窗户，想让自己老娘生病。哎呦，这果然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呀！这女人就是个狠角色，儿子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林先生，关于这些视频，您有什么要解释的吗？妈，那家里开窗户也有助于通风啊。况且我们这么做，不过是想让您多依赖依赖我们。您真的生病了之后，我们还不是尽心尽力的伺候您？难道您就因为这点事儿就不念及亲情，迁怒于小宝，眼睁睁看着他去死吗？是啊，妈，我承认这件事情是我和芳芳有欠考虑，但是因为这件事情，您就对小宝不管不顾，您未免也太狠心了吧？那可是您的亲孙子。虽然这夫妻俩做的是有点缺德，但是这女人心眼也太小了吧？就因为这么点小事儿，就想要了自己孙子的命。是啊，我看这一家子呀，个个都是冷血无情的人，只是可惜了，让孩子呀成为他们的牺牲品。妈，您不知道，小宝他一直念叨着您，进手术室的前一秒，他还哭着喊着要找奶奶呢。奶奶，我要奶奶！奶奶，你不要抛下小宝好不好？小宝以后会乖乖的。奶奶，你不要抛下小宝。这儿子儿媳纵然有错，但孩子是无辜的呀。是啊，用孙子的命惩罚这儿子儿媳，这女人她太无情，太冷血了。哎呀，说这大人犯错，这跟小孩有什么关系呀？人家孩子得了绝症，人就不管不顾，太丧心病狂了。秀兰姐，你这样做未免也太小肚鸡肠了。这一家人分得这么清，我行善多年，从没要求过什么回报，而你仅仅因为儿子儿媳这一点点的算计，就可以做到对亲孙子不管不顾，实在是我不忍。就是这秦秀兰啊，太他妈小气了！我看呀，她就是不想掏钱。恶毒奶奶！人家陈女士为了一个不相干的孩子，都捐出了100多万，人家说什么了？再看看这个秦秀兰，为了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，都想要了孙子的命。真是妈，我知道你心里生我和志宇的气，但是小宝是无辜的呀，你无论如何也不能不管他，是吧？你看视频你也看到了，小宝他真的时时刻刻都在想着您这个奶奶呀。是啊，妈，从小到大，小宝最喜欢您的人就是您，而且口口声声说最爱的就是奶奶。您也一直很疼爱小宝，难道您就因为这一点小事情，把小宝所有对您的爱都抛弃了吗？秦女士，您容我说一句，这一家人哪有隔夜仇啊？您儿子儿媳做的就是再不对，也不能迁怒于孩子呀。他年纪还那么小，要是真出了事，您以后一定会后悔的。就是呀，秀兰姐，您就算有些想要惩罚儿子儿媳啊，这可以打可以骂，也不应该拿小孩子撒气啊。毕竟以后等你老了，可是要靠孙子给您养老送终的。陈美芝，你们一家人不去当演员，真是可惜了。这上至老，下至小，没有一个不是演技派。秀兰姐，你怎么这么不识好歹？
我说这些可都是为了你们一家子着想哈。我看呀，是为了林志宇一家3口和你自己着想。既然你们不见棺材不落泪，那我也没什么好顾忌。他怎么又拿出来一个 U 盘？难道说还有什么惊天猛料？这不是说今天是审判恶毒奶奶的审判节目吗？这还能有什么大瓜？小宝，你平时得多说点好话哄那个老女人，让她赶紧把遗嘱立好，这样爸爸妈妈动手之后啊，咱们家的钱就都归你了。是啊，儿子，我和你妈先把她哄得5迷3倒了。儿子，你再加把劲儿，咱们家的幸福生活就全靠你了。放心吧，爸爸妈妈，一个老女儿而已，可好哄了。我只要随便说几句“我爱你，奶奶”，她就恨不得把全商场的玩具小汽车买给我。只要我平时撒撒娇，故意哭几声，那就是我说什么就是什么了。你们小宝真棒！等那个老女人死了之后啊，爸妈带你出国旅游，这样爸爸妈妈动手之后，咱家的钱都归你了。这怎么回事啊？这儿子儿媳联合孙子想要谋害奶奶，夺取财产，这没想到还能出现这样的大反转，真是让人措手不及啊！快关掉，快关掉！你怎么会有这视频？小宝，你平时得多说点好话哄那个老女人，让她赶紧把遗嘱立好。太太，其实之前先生都找我帮他做了不少伤害你的事儿，我以为他这是为了显摆孝心，没想到他居然真的想伤害你呀！真没想到，我心心念念照顾的儿子、儿媳、孙子，竟然一心想让我死了。怪不得这些日子他们总是有意无意的催我立遗嘱，原来只是想谋害我，图我的钱。那现在怎么办？要不我们报警吧？不行，不能报警。为什么？他们现在都想害你性命了，你还对他们恋恋不舍吗？我不是恋恋不舍，而是我要掌握更多的证据，还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将这件事情公布于众。如果现在轻举妄动，很可能会打草惊蛇。万一他们狗急跳墙，你我2人可能都会有危险啊。所以我们就装作什么都不知道，之前是什么样子，现在就是什么样子。好的，太太。另外，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。著名慈善家陈美芝，你知道吧？明天她有一个签名会，我想让你想办法去搞到她的一根头发。好的，太太。真没想到，我宠爱了10几年的儿子，用生命去呵护的孙子，竟然只爱钱，而且他们为了钱，竟然都想让我去死。既然这样，我就桥归桥，路归路。想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林志宇，你以为你联合你的老婆和你的孩子就可以谋害我的财产？恐怕你没有想到，你的阴谋我一早就知道。这个老女人，原来你早就知道了。没错，不过还是要感谢你们夫妻俩，要不是你们这么闹，我也没有机会上这个节，更没有机会将你们的丑恶嘴脸公之于众。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？在我还不知道他们一家3口真实面目之前，我也是真心待他们的。你们都说我自私自利、冷酷无情，但是我想问问你们，整天面对一群这样想要害你性命，在你面前装腔作势的白眼狼，你们还会跟他们讲善心、讲亲情吗？我操！没想到事情居然出现这样的反转，都给秦秀兰女士一些承诺，这次节目绝对会大爆。
小宝生病了，我也很难过。我一开始想着，要不要放下恩怨去救救孩子。但是农夫与蛇的故事大家都听过，面对一个想要害你性命的人，我不是不想救，而是不敢救啊！真没想到事情背后的真相会是这样。我记得秦女士之前在广场上说过一句话：“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”原来说的呀就是这儿。是呀，谁能想到秦女士受了这么多年的委屈？林志宇一家真不是东西。小宝小年纪演技真好，把我们所有人都给骗了。上梁不正下梁歪，我呸！林志宇，我做节目这么多年，还是第一次遇见你这样的人，教唆自己亲生儿子学坏，还要谋害自己的亲生母亲。你这种人就是道德败坏。说的没错啊，这林志宇对自己的亲生母亲那不孝顺就算了，还想着怎么陷害，这种人就该去死，忍不了了。死吧你！干嘛呢？我的好儿子，被人千夫所指的滋味好受吗？你这个老女人，我要你死！林志宇，我告诉你，你在我们节目上出手伤人，全国人民可是都看着呢，到时候要负的法律责任可不小。我们这么做，还不是因为你天天守着钱不给我们？明明那些钱都是爸挣的，有我们的一份，你凭什么不给？没错，还不是因为你爱钱，你自私，要不然也不会发生这么多事。哼，真是可笑，就是因为我不给你们钱，你们就想害我。那些钱本来就是我的，我为什么非要给你们？因为我是我爸的亲儿子，那里面本来就有我一份，你凭什么把这人不给？没错，志宇是爸的亲生儿子。虽然不是第一几个人，但也应该有他的一份。秀兰姐，陈芳说的不错，这些钱又不是你一个人的，如果不是你死死抱着这些钱不撒手，又怎么会逼得林先生一家人出此下策？何况林老先生一生拼搏劳累，辛辛苦苦攒下这些钱，如果让他在地下得知你对他亲孙子的性命都不管不顾，肯定不会原谅你。这陈美芝她是不是傻了？他居然还替这个林志宇一家说话，哼！难怪平时要做善事，这合着就是平时不干人事儿，就靠这些积累功德了呗。我看他不是傻，他是脑子抽风了。这林志宇一家那么恶心，他都看不出来。哎，这说不定啊，背后有什么交易呢？你们都给我闭嘴！你们这群人几次三番的帮助这个秦秀兰老女人说话，我看你们就是他们请来的托，跪在这里煽风点火。我们煽风点火，我真的要笑死了！从一开始，我们都被你们全家都给骗了，居然还帮着你们去骂秦女士。现在你们一家人的事情败露了，怪我们煽风点火。哎呀，跟他们说那么多干什么呀？我看他们呀，就是恼羞成怒了，不狗乱咬人呢。好了。现在跟他们争执，只会把事情闹大。我们当务之急是把钱要过来。小宝还在医院等着治疗呢。快把我爸的钱还给我！这些钱都是我爸辛辛苦苦挣的，你连他的亲孙子都不舍得教，你就不配拥有这些钱。这些年都是我爸一个人在辛辛苦苦的付出，你除了伸手要钱，还会什么？林志宇，你真是天真的可爱。没有我，你爸他根本赚不到这么多钱。你这个老女人，你什么意思啊？秦女士，你说这话是这其中还有什么隐情？哇塞，这里边不会还有什么猛料吧？哎，咱们今天这瓜吃的可有点多呀。是啊，我还以为这秦女士洗清冤屈后就基本已经是到尾声了，这没想到还有反转呢。这个老女人，你少在这装腔作势啊！我爸经营公司这么多年，是他一个人撑起了公司，你除了会伸手要钱，还会做什么？真是不见黄河不死心。那我问你，你还记得我姓什么？秀兰姐，你说这话不是在搞笑？你姓什么？这大家不是都知道？那陈美芝，你倒是说说，我姓什么？你姓秦。这段时间你不肯救自己的亲孙子，你的性命众所周知，这有什么好说？好，那我再问问你，
现在江城的龙头企业是哪家？秀兰姐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问你，现在江城的龙头企业是哪家？我知道，秦氏集团。秦氏集团的董事长秦天海被誉为商界第一天才。这短短几年时间内，秦氏集团就从一个小公司一跃成为江城的龙头企业了。这位朋友说的没错，就是秦氏集团。秦氏集团的董事长秦天海姓秦，我也姓秦。你们觉得这是巧合吗？你是说？对，秦氏集团的董事长秦天海就是我的亲哥哥。不会吧？秦秀兰女士是秦氏集团董事长秦天海的亲妹妹，这也太玄幻了吧！这如果是真的，那秦秀兰女士岂不是秦氏集团的千金小姐？这我好像确实听说过，秦天海确实有一个妹妹，没想到真的是秦秀兰女士啊！你是说你是秦氏集团董事长秦天海的妹妹？妈，你可别搞笑了。你是不是这段时间被人骂多了，急火攻心，疯了呀？就是，你说你是秦氏集团的千金大小姐，那我还说我是大夏皇帝呢。秦女士冒充秦氏集团董事长的妹妹，这事可非同小可。你有什么证据能证明自己的身份吗？前些年，秦天海在江城的会议上展示过他的传家玉佩。那块玉佩的后面写了一个海字，当时有记者问他，这块玉佩是不是独一无二的？他说他的亲妹妹也有一块，后面写的是一个兰字。这玉佩江城会议上我在电视上见过，跟这块一模一样。这么说来，这秦秀兰女士真的是秦氏集团的千金小姐。哎呦，这林志宇一家真是倒了血霉了啊！原本是秦氏集团的秦少爷，哎呦，这下得罪了秦氏集团，这下呀，这家人要沦为整个江城的笑柄了。不可能，你这个老女人怎么可能会有这块玉佩？我看一定是你偷来的，或者说这根本就是个假货，伪造的。你们节目组成立了这么长时间，想必一定认识一些玉石界的知名人士，是真是假一验便知。哼，敢冒充秦氏集团总裁的妹妹，那可是大罪。我看你到时候哭着求我们救。怎么样？这玉佩是假的，对吧？这玉佩是真的，而且经专家鉴定，和秦氏集团天海董事长的玉佩所用材料一模一样。哎呦，居然是真的呀！啊，没想到咱们这种小地方还有这么大的金凤凰。哎呀，这下林志宇一家呀，算是彻底栽喽！哼，不可能，一定是你们串通这个老女人来蒙骗我们大家。林先生，请你注意你的言论。我们亲情审判节目组没有串通任何人，你如果再这么说下去，我们可以告你诽谤。即便你是秦天海的妹妹，可这些年爸他一个人经营公司，那是有目共睹的。公司挣的所有钱，那都是爸的功劳。没错，秀兰姐，据我所知，林老先生一辈子兢兢业业，任劳任怨的经营这公司。现在就因为你是秦家大小姐，就要否认林老先生一辈子的心血，这也太让人寒心了。兢兢业业，任劳任怨。既然你们都这么说他，那你们知道他白手起家的项目是怎么拿到的吗？哥，你就帮帮他嘛，再怎么说他也是你妹夫呀。哎呀，秀兰呐，如果一个男人的事业需要靠妻子的娘家人来进行帮助的话，那这个男人还值得托付一生吗？那千里马都是需要伯乐的，我相信老林他需要的就是一个机会，你就看在我这个做妹妹的面子上，给他一个机会嘛。哎呀，哥，
就当我这个做妹妹的求你了。老林如果拿下这个项目的话，以后一定会顺风顺水的。那我在林家的日子不是也好过些吗？难道你希望看着我一辈子过苦日子吗？行，算了算了，我就看在你的面子上，答应帮他这一次。不过我不是为了他，是为了你。你最好了，哥。哎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原来林家的产业还有家产，全都是靠秦女士的关系和身份才做成这样了。果然，每一个成功男人背后都有一个女人。这林家的公司和产业呀，能走到今天，全靠秦秀兰。这样论功劳啊，人家秦女士才是首功。就算是这样，妈，那我也是你的亲儿子，小宝也是你的亲孙子。就算我们有过错，你也不至于一点情面都不讲吧？是啊，妈。虽说我们因为钱的事儿，是对您有过一些偏激的想法，可我们毕竟是一家人呐，藕断还连着丝呢。难道您就真的忍心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亲孙子他去死吗？这一家人怎么这么恶心啊？都到现在了，还在打亲戚牌玩道德绑架。哎呀，有些人呐，他就是不要脸，搞得好像这全天下所有人都是欠的似的。是啊，如果真的是一家人，那我再冷血也不会不救自己的亲孙子。可是，就在你们父亲死的那天，老公，该喝药了。一定是平时太累了，来，咱换个地方休息啊。老林，老林，老林，老林。直到我看到老林临死前编辑的短信，我才知道，原来那个靠我白手起家的老林，竟然在我们婚姻的30年期间，一直和他的旧情人纠缠不清，而且他每次出差都是为了和他的旧情人抵死缠绵，甚至什么？秦女士，您快说呀！他心脏病突发，也是因为壮阳药吃多了。哇！你们看，我的妈呀！这一大把年纪了，还玩这么花，这么不要脸吗？呀！真是有点心疼秦女士了呀！没想到这么多年，都过得这么苦。你休想在这里诋毁我爸！你就是看我爸死了，所以才把所有的脏水都泼在我爸身上，然后才能心安理得拿钱，对不对？就是，现在爸都死了，正所谓死无对证。咱是你说什么都行了，我看呀，你就是想让大家认为，爸、我还有志宇，我们都是勾错方，这样自然而然，那林家的钱就都是你的了。这夫妻俩还真是奇葩呀，都到现在了还在争辩。哎呦，也真是难为秦女士了啊！受了这么多年的苦，到现在才说出来呀。是，哎，不过话说回来，跟那个无脑陪玩的那么花的那个女人是谁呀？原本我想着人都死了，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。我一想到这30年老林对我毫无爱意，而是拿我当一个傻子一样耍，我就心痛。这么多年，真是委屈秦女士。而且我还发现，老林这些年一直在背后偷偷的给他情人转钱。他的情人拿着我们夫妻的共同财产，在外面周游世界，甚至投身了慈善行，博得美名。这女人也太不要脸了吧！和别人老公偷情，还肆意的花着别人夫妻的钱。说的没错，就这种女人啊，就应该被打入18层地狱，有时不得超生。就是，
怎么可能？秦秀兰怎么可能知道这些事情？你说我爸出轨，你倒是拿出证据啊！他出轨的人是谁？你倒是说出来呀！陈美芝女士，都到现在了，你是不是该说两句了？陈美芝女士，都到现在了，你是不是该说两句了？我想，你和老林的事，应该你比我更清楚吧？陈美芝是小三儿，我去，这要是真的，那可真是个大新闻！哎呀，居然还有这样的事情，这可是大爆点呀！赶快跟进。陈女士，秦女士说的一切都是真的吗？所以你表面上是个大善人，背地里一直在给别人当小三，对吗？陈女士，你选择帮助林氏一家，是因为心里有愧，对吧？这些年花了林家这么多钱，这个时候跳出来，既弥补了心里的愧疚，又落得了美名。您这招可真是一箭双雕啊！好啊，你这个贱人！我说你怎么会那么好心？原来你花的都是我们家的钱！贱人，都是因为你。如果不是因为你，我妈也不会这么伤心难过。不是这样的，我和老林每次见你都十分小心，是女人不可能有证据。对，只要我死不承认，谁也说不了什么。你们凭什么只听他的一面之词？这些年，我一直致力于慈善事业，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自己良心的事情。现在，你们只凭他的一句话，就要定别人的罪，那是不是随便一个人说他是世界首富，你们也信？说的也是，这陈女士这么多年一直美名在外，这帮助过很多人，还捐过很多款，这不像是会影响别人家庭的小三儿啊。会不会是秦秀兰女士看到陈美芝女士一直在帮着林志宇一家说话，故意往她身上泼脏水？应该不至于吧？再怎么说，这秦女士也是秦氏集团董事长的妹妹，应该不至于拿这种事情开玩笑。哎呀，再怎么说，这种事情说白了，自己脸上也不好看呀。秦女士，您说陈美芝是您丈夫的小三，您有没有证据什么的？像是之前那种视频或者录音之类的？之前我说过，我是因为看了老林临死之前编辑的短信才知道这件事的。短信中他明确的说了，要把所有的财产给他的情人。更关键的是，他称呼他的情人叫美芝。那又如何？叫美芝的人多了去了，别说是同名，就是同名同姓的也有很多，那也不能说明是我呀。而且刚才林先生他们也说了，这林老先生死了，一切都死无对证，那不是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呀。秦女士，您到底有没有相关的证据？或者您丈夫跟陈女士的开房记录或者照片都可以。果然，这个女人没有证据，那岂不是被我任意拿捏了？秀兰姐，我能理解你被丈夫背叛，又被儿子一家背叛的愤怒，但也不能冤枉好人呀。毕竟这小宝是你亲孙子，我又捐款了100万，那也是不想看到孩子那么小就早早的离开了人世。哎呀，看来啊是咱们真的错怪陈女士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事儿也不能怪秦秀兰女士。你搁谁遇到这种事儿，他都会有个一时昏头的情况嘛，对吧？这就是呀，我就说嘛，这陈女士人美心善，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儿嘛？秀兰姐，要我说，这一家人哪有什么隔夜仇呀？就算林志宇夫妻俩做过对你不好的事情，你这些天对他们置之不理，那也算是惩罚过他们了。至于小宝，那孩子那么小，不懂事儿而已，你以后好好教育不就行了？要我说，现在当务之急
还是出钱救治小宝要紧。陈美芝，你可真能装模作样啊！我只是没有视频或照片一类的证据，我可没说我没有其他证据证明你是小三呀。什么意思？刚才不是说没有证据吗？怎么突然又有证据了？秀兰姐，我一而再再而三的为你着想，你却一再的污蔑我。你说有证据，那么证据在哪？你倒是拿出来呀！证据不就在现场吗？你我都知道最大的证据是什么，也知道说出来之后会有多大的影响。这怎么可能？这个女人居然真的知道至于其实是……你确定要我说出来吗？还是非要我把证据呈现在大家面前？那个时候，丢人现眼的可不只是你一个人。我承认，是我勾引了老爷，破坏老林和金秀兰，破坏他们俩的人也是我。竟然真的是你，你这个贱人！这居然是真的！表面慈善家，背地当小三儿。还有那个老林也不是个东西，这俩人加起来真够恶心的。哎，这一家人除了秦秀兰女士，上到老下到小，没一个好东西，一个比一个恶心啊！尤其是那个老林，简直就是个败类。都是因为你，你个贱女人！这一切都是因为你！保安，要不是因为你，我们一家也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你个贱女人！要不是因为你惹我妈生气，我妈肯定会把钱分给我们的。妈，那个破坏咱们家庭的小三儿已经被治愈惩罚了，你应该也出气了吧？我们毕竟是一家人，小宝还在医院里等着治疗呢。放开我！小宝可是您的亲孙子啊！如今那个坏女人已经没办法再打扰我们一家人了，之前的事情就让她过去吧。以后我们一家人好好的过日子啊！一家人？当初害我的时候怎么不说一家人？现在跟我说一家人？你个老女人，别给脸不要脸啊！我爸已经死了，等你死了之后，那些钱照样是我的。那如果我说我把钱都捐给了贫困地区和孤儿院，你觉得你还能拿到1分？这下这夫妻俩傻眼了吧？还想着贪图人家秦女士的钱，殊不知啊，人家早就把钱给捐出去了。这要我呀，我也捐，那捐给孤儿院或者贫困山区，那帮助的人更多，哼，总比给这家白眼狼强得多。妈，我知道您心里还在生我和志宇的气，所以故意说这些话来骗我们，对吧？这是孤儿院给我的感谢信。你个老女人！我是你的亲儿子，等你死了之后，那些钱都是我的，一声不吭的就把所有的钱都捐了。没事的，老公，这个女人不是秦天海的妹妹吗？那么秦氏集团和秦家的财产也必定会有我们的一份。没错，老东西，你现在这样对我们，等你老了之后，我看你怎么办。那如果你不是我的亲生儿子呢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是说，你林志宇不是我的亲生儿子。这林志宇不是秦秀兰女士的亲生儿子？还以为这一家3口要谋害秦秀兰女士，这才令老儿伤了心，这么绝情。没想到啊，没想到！就是啊，我记得之前秦秀兰女士不管是说对小宝呀，还是林志宇，都是呵护备至，心疼的很呢。没想到啊，居然这个林志宇根本就不是秦秀兰女士的亲生儿子。那这么说，小宝也不是秦秀兰女士的亲孙子呀？你胡说！你为了独占爸留下来的财产，你连自己的亲儿子和亲孙子你都不认了。秦秀兰，你可真歹毒啊你！这个是我和你亲妈分别跟你做的亲子鉴定。
没想到，结果跟我想的一样。难道说陈美芝才是你的？没错，你老公他是陈美芝的亲生儿子，所以小宝就是陈美芝的亲孙子。你们以为陈美芝是好心给小宝捐款，她只是想救自己的孙子罢了。不可能！妈，明明我们才是母子关系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当年我小产后，你爸他抱回了一个孩子。秀兰，这是我刚才回来的时候在路上捡到的，估计是孩子父母穷养不起，我看着实在是可怜，就抱回来了。我是想着你不是刚刚小产吗？这孩子既然出现在咱们家，就说明跟咱们家有缘呐。你看，要不……或许是老天爷可怜我吧，我刚失去了一个孩子，就又送了一个新的孩子给我。对，秀兰，这么说你同意了？给他取个名字吧。就叫志宇吧。志宇，林志宇。好，就叫这个。你虽然不是我的亲生儿子，但我一直视你为己出。我对小宝也是真心的疼爱。如果不是你们想害我，我也不会让保姆去做这份亲子鉴定的，更不会想到这一切都是你爸和陈美芝的阴谋。不是真的，这不可能。林志宇，你知道你爸死的时候短信里最后一句话是什么？他说照顾好我们的孩子。美芝，我这些年为别人拉扯孩子我也认了，但我万万没想到，我辛苦带大的儿子竟然想联合他的媳妇儿和他的孩子来一起害我。林志宇，你一直说我冷酷无情，那我想问问你，真正无情的到底是谁呀？真没想到这就是真相啊！是啊，从恶毒奶奶反转到儿子一家企图谋财害命，再到伪善慈善家，实际是恶毒小三，再反转为白狼儿子不是亲儿子。这也太狗血了，电影他都不敢这么拍呀！妈，也太狠心了。就算志宇他不是你的亲儿子，但是你们好歹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，就眼睁睁看着他身败名裂是吗？这一切都是你们夫妻两个人咎由自取，怨不得别人。而且如果不是你们闹得这么凶，我也不会上这个节目，也不会把陈美芝那个贱人给调出来。那小宝呢？那小宝他还是个孩子呀，你就忍心？ 3岁看终生，一个撒谎成性，一心只想害别人的孩子，谁想救谁救吧。没想到今天的亲情审判会有这么多的反转，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啦。我这都什么事儿啊？秦女士，我代表整个节目组为之前对您产生的误会感到抱歉。您是个伟大的女人，我非常敬佩您。不用向我道歉，反而我应该谢谢你们。要不是你们，我也没有机会为自己伸张正义。对不起啊，秦女士，我之前也说了很多年的坏话，真的很抱歉。是啊，钱女士，是我们有眼无珠，分不清好坏，所以才……没关系的，没关系的，都是误会，我理解。
不愧是秦氏董事长的亲妹妹，就是大度心善，不像这些人啊，忘恩负义，不识好歹，还一直颠倒黑白。哼，老东西，你别以为今天这件事情就到此结束。陈美芝她这些年一直在从事慈善事业，她一定有很多钱。小宝他一定会救我。芳芳，我们走。我的好儿子，如果你知道你那个妈表面做慈善，背后奢侈无度，你还会把救你儿子的希望放在他身上吗？观众朋友们，近日闹得沸沸扬扬的恶毒奶奶事件终于落下帷幕，但是让所有人都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这起事件在这次的亲情审判节目里迎来了多次反转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在这里等待这起事件的当事人出现。出来了，出来了！林先生，听说您为了谋夺养母秦秀兰女士的财产，不惜撺掇儿子撒谎，还联合你的太太意图谋害秦秀兰女士，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林先生，看节目里一直被大家冠以慈善之名的陈美芝是破坏别人家庭的小三，而且还是你的亲生母亲，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呢？你们这些人一个一个都是吃饱了撑的，没事在这多管闲事。老子的母亲是谁，做了什么，关你们什么事儿？林先生，林先生，您说下吧，林先生，我老公现在心情不太好，请各位谅解，我们还得抓紧时间去医院看孩子。陈芳女士，关于您和您丈夫做出的这些事情，请问你有什么看法呢？请问你会为了明哲保身而选择和你的丈夫离婚吗？有人说你们在医院得绝症的儿子只是为了卖惨博取同情，请问是这样吗？请大家让一让。对啊，陈芳女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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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秦秀兰女士，之前你被很多人误会，对自己的孙子见死不救，是不是就是为了今天揭露真相，还自己一个公道呢？金女士，有人说您直到今天才说出真相，是为了报复您儿子和您丈夫一家，请问是这样的吗？金女士，说一下，金女士，大家安静一下，大家听我说，有一句话叫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我相信老天爷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，也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好人。我做这些不仅仅是为了还自己一个公道，更是为了将坏人绳之以法。那关于您的孙子，哦，不是林小宝小朋友，您是真的见死不救了吗？其实我早就匿名的给小宝捐了一笔钱，毕竟之前也是和孩子相处过几年的。但至于他到底能不能治好，就要看天意了。唉，孩子不懂事儿，那是受了大人的蛊惑，我不能和他一样。不愧是大家族的千金小姐啊，为儿子一家破坏成这样，还愿意出手相助。如今秦秀兰女士的事情已告一段落，相信大家都很想知道林志宇一家三口最后会如何，小宝的病能否治好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哎，今天这个今天新闻总算是结束了，估计还得一段时间呢。别忘了，观众都是很八卦的，而且还有一个人的结局，我们还很想知道。秀兰，这下好了，以后姐妹们跳舞啊又有好音响用了。哎呀，这30万的音响就是不一样，可不是。哎呀，秀兰，这是我闺女给你送的玫瑰花茶，天干，多喝一点啊。秀兰，这是我让我儿子专门从老家带回来的土特产，你一定要尝一尝。我们大家不用这样，大家不用这样，你们的好意啊，我心领了。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这秀兰就是大度，不会跟我们一般计较的，是吧？这个说起来也惭愧，秀兰，我们之前呀都是误会你了，以为你是……哎呀，之前的事情都过去了，都是误会，我不会放在心上的。我们还是好姐妹。哎，对，好姐妹，好姐妹，走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4、2、3。医生，求求你了，救救我儿子！啊，我们已经在尽全力抢救李小宝了，不过也得防止病情恶化才可以，而且这后续的费用可能会更高，所以你们要有心理准备。大概需要多少钱啊？保守估计得1000万，这还不包括孩子后续的营养液、康复治疗等。1000万，上哪去找1000万呀？你问我为谁呀？你吼我！当初要不是你提陷害那个老女人，
要不是为了那个老女人的钱，你会同意吗？吵什么吵？这里是医院。对了，那个陈美芝是你亲妈呀，而且她的钱本来都是你爸给她的，那应该是你的钱呀，赶紧找她要钱去。我怎么知道那个女人在什么地方啊？哎呀，她不是被你打得额头出血了吗？那肯定是在医院治疗啊，反正不在这家医院就在其他医院，肯定不会离开江城。你说的对，只要找到那个女人，小宝就有救了。等下。陈美芝，你们是他家属吗？我们不是，我们不认识他，只是他陈美芝抢救无效死亡。陈美芝死了，小宝可怎么办呀？慌什么？我是这个女人的亲儿子，现在她死了，那她的钱就都是我的。那就好。那就好。走。妈，我求求你，你救救小宝吧！现在只有您能救他了。之前在广场你就下跪来求我，今天又跪，我已经捐了一部分钱给小宝，对你们已经仁至义尽了，还让我怎样？妈，小宝后续的治疗费用至少要1000万。我们实在是拿不出来呀。那你去找陈美芝啊，她不是你们的亲妈亲婆婆吗？还是你们知道她这些年奢侈无度，已经把钱花光了？你居然知道？知道她是小三儿之后，我怎么可能不去调查她？妈，陈美芝那个女人她已经死了，以后她再也不会出现在您面前打扰我们了。我求求您，您就救救小宝吧。她死了？妈，我求求你，你救救小宝吧。喂，是林小宝的爸爸吗？是。很抱歉，几分钟前林小宝的病情突然恶化，已经失梦。小宝！林志宇，你涉嫌故意杀害陈美芝女士，请跟我们走一趟，带走。放开我老公！老公！放开我老公！唉，自作孽不可活啊。